OpenBVE 真的上手机了，而且免費，剛剛推出。這款 MapleBVE 同時支持我們的 iOS 和我們的 Android， 這樣就不用擔心我們玩不到我們的鋼鐵了。同時線路、車輛和操作都很像我們的電腦版，流暢度甚至出乎我們的意料。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的。Hey, what's up, guys？ 今天呢，我們就用我們的 iPhone 和我們的三星來實測它究竟能不能玩。本節目由各位氪金乘客友情贊助播出。如果你喜歡本頻道內容，也歡迎加入會員支持大壯哥。每周一、三、五下午6點半，我們不見不散。掃描下方 DC 官方群二維碼，第一時間獲得大壯哥直播信息。想跟大壯哥一起玩，就加入我們吧。好的，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實測一下 MapleBVE 的效果。這一次的話呢是我們的實拍啊，然後呢我們選擇了 iPhone 17 Pro。還有一個呢是我們比較老的設備啊，这個是我們的安卓的三星的 S10，这個的話呢，安卓的話呢，我並沒有什麼遊戲的需求啊，所以說呢，一直比較老舊啊。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先測試一下我們的 iPhone MapleBVE 的表現。好的，那我們現在呢先打開 OK， 然後呢，我們可以看見它的這個遊戲引擎呢是用我們的 Unity 引擎啊，這個的話呢也是我們編輯遊戲經常用的引擎啊。然後呢，我們可以看見這邊的話呢是我們的制作人員啊，我們可以看見這邊的話呢還有一些設定啊，這些的話呢可以調整音量，什麼視野角度啊，視角灵敏度啊。這個 BVE 有一個好處啊，就是它解決了一個問題啊，就是我們現在在家裡面用電腦不多的情況下啊，使用我們的手機也可以來玩我们的 OpenBVE 了。好的，那麼現在開始遊戲，我下載了一個我們的 HKOS 的一個觀塘線，我覺得這個它的遊戲在初始設定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好的一點，就基本上它把我們的那個 OpenBVE 都還原了。然後呢，我們可以看見啊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 OpenBVE 的是前後左右。當然了，它這個遊戲的話還是有很多 bug 的。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這個的話呢是我們的 M 車，這個是它自帶的一個車輛。我並沒有改動它。然後呢，我們這個界面的話呢，是經過我們自己來調整的。因為我們的 iPhone 的話呢，這邊的話呢是有一個 Face ID 的模組，所以說呢，這邊的話呢用來控制並不合適。所以說呢，我把整個界面給它縮小了，縮小成這樣。這邊的話呢，就是相當於多出來一些面積，保證我們操控的靈活性。好的，可以看見我們這時候呢，就出現了一些問題，然後呢，這個車模就白了。是啊，這個可能是這個軟件的 bug 吧，這個它可能還是兼容性的問題。我們可以聽見這邊的廣播，可以聽見我們這個黃大仙的。這邊的話呢，還有一些視角啊，看見了，這個是外面的視角，這是哪裡啊？黃大仙站，這個是往後看的。好的，這個的話呢，看它有的是可以顯示正常的，有的話呢，它顯示就不是很正常。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觸控，來左右來看這個視角。OK， 好的 ，OK，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站點啊。OK， 它這個站點的話呢，可能只能顯示一半。我的天！但是這邊的話呢，有的貼圖顯示還是蠻正常的，而且呢，看起來感覺幀率還蠻高的，我感覺比電腦的幀率還要高。好的，我們馬上就到達我們的石峽尾了。OK， 我們看看這個環繞的話，好像就可以把那個駕駛室給去掉了。好的，我們來看看石峽尾。OK， 看一下站內的。你看見沒有？非常還原我們的那個 OpenBVE， 我覺得有可能是加載的問題啊，有可能它那個材質加載很慢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呢就體驗 iPhone， 就暫時的小的體驗一下。如果你們還碰到什麼樣莫名的 bug， 不妨在視頻下方留言，讓我們的創作者知道。好的，那我們現在呢就來試一試我們的安卓版的 OK， 它的這個界面呢和我們的 iPhone 是一樣的。然後呢，這個位置的是我磕碰啊，這個屏幕好像壞了，所以說呢，這個就先忽略。這邊的話呢是攝像頭啊，這邊的話操作的話呢，安卓會比 iPhone 要好一點，這邊的面積會大一點。然後呢，我們看一下這個設定啊，依然和我們的這個 iPhone 的設定是一樣的，看見沒有？你也可以這個界面，你也可以縮小放大。上一次的話呢，我忘記說了，這邊的話還有一些這個按鈕啊，
這些按钮是什麼東西呢？這邊的话呢，是有，就是我們呢控制列車的时候的，它有這個黑米 C 米的控制方式，就是和我們黑米 C 米一樣，就是左邊油門，右邊的剎車，還是左邊剎車，右邊油门，反正這個不重要了。就是和我們的黑米 C 米一樣，你可以無缝的切換過来。这邊的話呢，還有一些界面，你看見沒有？這個的話可以改界面，看見沒有？這個界面非常多，這個平面 Metro 都有，我就選擇這個，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舒服，這個你們自己喜歡就可以了。然後呢，我們這邊的話還有一個特別厲害的，這個你可以加入就是我們的局域網聯機對戰。聯機對戰，這個對戰呢，它不是那種像 FPS 的那種對戰，就是你可以和朋友們一起開車，線下聚會的時候可以來玩。哇，這個功能我其實真的太想要了，必須的。我們依舊在我們的安卓手機裡面下載了我們的剛剛的那條線，我是彩虹到黄埔的這個觀塘線，也是我们的 HKOS 的。那么來試一下好了。好的，那麼現在載入，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安卓的表現究竟如何。Later， 坐到駕駛室裡面，我們現在往左邊去一點 ，OK， 左邊你看這個，我覺得還是很流暢，你看見沒有？我覺得比電腦流暢很多。好的 ，OK， 我們左右，然後呢，我們再往後面去一點，OK， 然後現在呢就可以開門了，可以看一下開門感覺，可以的 ，OK， 之前的話還沒有試過開門。OK， 跟我們的那個電腦版的邏輯是一樣的。好的 ，OK， 直接加上我們的速度。好的，我們看看來行駛一下，看見沒有？它還是依然會出現這樣的問題，就是我不知道這個應該是遊戲的隱形接口問題，我覺得有可能它的那個顯示就是 iPhone 顯示不了的話呢，它這邊也顯示不了。然後呢，你可以看見我們轉動還是好 ，OK， 我們的站來了。這個站的話呢，它也只能顯示一半，你看見沒有？不過呢，它這種感覺看起來和我們的 iPhone 並沒有什麼區別。要知道，我們的這個 S10的手機和我們的 iPhone 是差很多的，但是這樣看起來，它們的流暢度感覺還有效果看起來都一樣啊。看見沒有 ？OK， 這個站內的設施都很好。然後呢，我們的電腦版的 OpenBVE 卡，我覺得可能不是因為我們的遊戲，這個材質太多了，我覺得可能還是這個隱形接口的問題。我們安卓用戶他使用不了我們的黑米 C 米的話呢，這個移動版的 BVE 的話呢，就可以很好的填補我們這方面空白了。我們 Mobile BVE 的出現呢，它填補了我們 iOS 和我們的 Android 駕駛鋼鐵的空白，而且呢，這款軟件呢是完全的免費的，不需要我們再付費。同時呢，它也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，也感謝我們的開發者付出了時間，為我們開發出了我們的這款軟件。因為這款軟件剛剛推出，兼容性和貼圖 bug 還是很多，目前呢更適合我們來嘗鮮使用。如果你們在遊玩這款軟件的時候呢，遇到了什麼 bug， 不妨在留言區留下你們的 bug， 這樣的話呢，也許就能幫助我們的開發者來改進這款軟件。好了，那我們這一期視頻呢，就給大家玩到這裡了。如果你喜歡大壯哥的遊戲視頻的話，不妨給大壯哥一個點讚，一個訂閱。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一定要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才不會錯過大壯哥的任何一個遊戲影片哦。那我們下期再見了 ，Respect。